歡迎大家來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冊，我是療癒師月月，在這裡我會陪大家升級你的意識，去了解宇宙的宇宙觀跟地球的遊戲規則，這樣你就可以成為一個超級厲害的玩家跟 NPC。我這陣子一直在嘗試去連接不同的領域的人，然後去聊聊大家每一個人在靈性上面的觀點跟不同的背景，甚至是知識。所以今天呢，我們邀請的來賓就是要來大家聊聊水晶這件事情。為什麼我們兩個會有這樣子的緣分，也是因為前陣子我不是就有在 IG 上面招說，然后有没有人想上我們的節目然後我那時候招的主題其實是玛雅历，然後你自己主動說可不可以來聊聊水晶。对，因為我們超多聽众都很好奇水晶它有什麼樣子的功效啊，然後怎麼跟水晶合作啊，然後水晶到底可以如何幫助我啊，对这件事情有粗淺的認知，可是沒有那麼深的了解，所以我覺得以你的經驗來講，應該可以帶給大家很多不一樣子的視角。所以呢，我們一起歡迎菜菜子。Hello， 我是菜菜子。你可以自我介紹我是菜菜子，也可以叫我 Kina。然後我在台中有一間水晶店，主要我覺得我最擅長的大概就是我是一個水晶的翻譯者，然後還有人類靈魂能量的翻譯者。那我自己像是中間那個橋梁，去翻譯說你如何去跟他合作，或者是使用，或者是他出現在你生命裡面有什麼樣的幫助。可是為什麼是水晶？我覺得蠻妙，這可能要聊到第一次我接觸水晶，超妙。我那時候是大學生，然後我完全对于水晶其實沒有什麼樣的概念，我只覺得它是宗教的東西。是哦，因為我是基督教，所以小時候大家會給你灌輸說，水晶就是人家信廟的在用的。好酷哦！對，真的廟裡有人在用水晶嗎？我不知道，他就是說，就是會信佛教才會戴手鏈啊，水晶項鏈、手鏈。所以我接觸的時候，其實是去修了一個地質學課。地質，等下再一次，地質學課。你是什麼科系的？我是建築系。但是我喜歡修很多有的沒的。然後那時候是因為那個課，他說可以去科博館的後台看化石什麼的，我太想參加了，所以我就說我要去修這堂課。然後後來之後，我就開始去想要買化石，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買到了水晶。但那時候我拿了第一顆水晶之後，我腦裡浮現了非常多的畫面，就是咻咻咻咻咻咻對的畫面。對，然後那时候我開始覺得說，這個畫面我很明確知道不是我想出來的，那是什麼？那才開始我跟水晶的緣分，然後學習如何跟他合作讀取。那也會回顧到說，原來我可能在也許前世，就我的前世的能量場裡面，我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對，會有非常多的記憶字典在裡面。其實我媽後來知道我來做這個，她就說那就是你的天賦，因為她跟我說，我從小沒有告訴過你這些資訊，連她是買很多書給我的。他說我從小沒有買過，沒有任何一本是在講水晶的。對，可是我卻可以很直接知道這些的資訊，然後它的科學，它的什麼樣的運作原理。這真的跟每個人的天賦有關係，因為像每一個人，萬事萬物都是能量。舉例來說，你也可以研究門的能量哦，對，這是完全可以的。然後或者是你也可以研究燈的能量，然後我們來研究這件衣服的能量。所以每一個人其實有連接跟有共感的物件都不太相同。然後可是對你來說，也許這個階段就是水晶來召喚你去當他的翻譯者。對，所以很多聽眾他們也會很好奇說，就是到底要怎麼樣子去擁有與萬物連接的能力，又或者是我要怎麼樣成為一個能量的翻譯者。但我覺得第一件事情也是先從你覺得你对哪一個能量物件有感應開始。因為像對我來講，我第一個有感應的就不是水晶，我第一個有感應的是月亮。我是先從研究月亮週期，然後才開始去看見對於這個世界萬事萬物有不一樣子更不同維度的思考跟意識是存在的。我是從月亮開始，我反而对水晶直到現在還好，真的我对水晶真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意圖讓我覺得我好想研究它。對，所以每一個人的靈魂本質真的不同，所以你也是在那個時候找到自己的天賦。对，那後來呢？後來其實我就會開始發現水晶就是一個媒介。對我的靈魂來說，它就像你說的，它開始去研究你整個萬事萬物的運作原理，然後能量場的運作啊，跟這個宇宙的關係。所以我開始我覺得它就是個媒介，讓我開始去
理解這些東西。對，那我現在跟他的關係比較像是我把他當做一個工具跟夥伴，他是我跟他人連接的橋梁也好，或者是有人有需求的時候的一個我可以幫他翻譯的角色也好。但我自己現在更多的就會是着重在於自己要如何去療癒自己，然後去在生活裡面也可以協助自己。我覺得這個角色已經有點是，其實每個個案來到我的面前，或者是我的客人來到我面前，對我來說，你們就是一個水晶。就是每個人都是一個通透的水晶的狀態。那當然，很多有時候你是想要得到解答。有時候你想要解決問題，可是要怎麼透過水晶解決問題？這時候我會說，其實我自己的觀念是，水晶它比較像是一個定錨的能量。水晶它是在地球的量子結構裡面是一個相較很多能量波是很堅固的。它不像是我們人的腦波，或者是你講說信念也好，它是不斷的會有起伏的。就像我們的脈輪每一天的狀態會是不一樣的。水晶永遠是固定在那裡的。那我自己會覺得它是一個定錨的能量，例如它的能量就是这樣，它永遠會是這樣，它只會比較強或比較弱，需要休息的狀態。對，那我自己會覺得說，它其實只是在幫助你。很多人是覺得說它是補足我的不足，但我覺得我的觀點會比較像是它在點亮你自己沒有看到的那一個頻率。舉例來說，就像是有時候大家最常來就是說我要招財。我需要錢，对，用水晶招財。對，可是如果說你後來理解到，就像你一路，你一定看到很多個案會來到你的面前，你會不會覺得說，他們其實都有自己的光，只要點亮那個光，那個財自然而然就會運作了。那其實對。你的財富狀態跟你的光的跟你如何去使用你的光是有關係的。然後你只要去點亮就好了。那你通常會怎麼樣點亮他們？所以他們來的時候，他就說我要招財。所以當然我會去看到他的天賦是什麼。從天賦的角度去切入。對，我自己會從天賦的角度去切入。那當然他會看不到天賦，一定是什麼東西蓋住他的天賦。那我就會陪他去理解說，那你有沒有覺得你有這個東西？他會說我可能有，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執行。那是什麼東西蓋住了？那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透過水晶媒介去把那個光點亮？像我自己的話，會陪伴他，我會跟他說，那你的靈魂例如看到天賦了，對，那他的天賦需要什麼樣的能量？他一定會知道我現階段需要打破的狀態。所以他的財富豐盛其實不是說那個招財的水晶就是招財，而是打破那個豐盛就可以了。就有點像是很多人為什麼沒有辦法很豐盛的活出他的樣子，是因為他的天賦也許就做音樂，對，然後他也很認真的再去舉例來說彈鋼琴，對，明明這是他的天賦，可是他對於這件事情沒有熱忱了，也許是因為他在彈鋼琴的這個從小到大過程當中是被施壓長大的，所以那一股情緒勒索的壓力跟那一種好像我必須得要證明自己是一個乖孩子才能夠成為一個很厲害別人眼中很棒的人，我才能夠做好這件事情，明明他是他的天賦，可是他用這些壓力來讓自己的光給掩蓋了。對，你可能就會去解決他對原生家庭的議題，对，然後透過不同的水晶去搭配，然後讓他把這個蓋住他光的黑色布拿掉之後，他才會真正透過活出真正的自己，自然而然就會豐盛的概念，對不對？對，沒錯。所以也許他那個時候要的不會是招財的水晶。對，那原生家庭議題解決的水晶會是什麼？原生家庭通常會回歸於像是剛剛的綠色，我們心輪的議題。對，那很多人會說水晶如何挑，其實基本上它還是會回到能量，顏色，我的講法都會是回到顏色。那顏色其實很簡单的方法，對應到我們的人體，你就可以用脈輪的方式。那這個脈輪為什麼它會也用顏色定調？是因為我們的每個器官就有它的頻率，對，所以它定調的方式是像在科學上面，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一個叫做順勢醫療。不知道順勢醫療，應該是順勢這兩個字，對，它就是在外太空的醫療方式，因為你去外太空，你不可能帶一個醫生上去嘛。是。那他們帶的是一個頻率機器上去。那例如你的心的健康頻率是這樣，你的肺的健康頻率是這樣。那他開始感受到他這個身體出問題的時候，他會對這個器官去打他的頻率，然後去把它校準。對。那像是水晶，其實就有點像是一樣的概念。對。因為水晶就我的理解，它就像是一個
獨有它振動頻率的狀態。那就比如說大家所認知的好心輪的顏色粉紅色跟綠色嘛，對，然後那粉紅色的水晶它會有它的赫茲的頻率，然後放在你的脈輪上面，它其實就會自動的去，就很像是如果有看畫面的聽眾，它的頻率是非常波動的。然後如果心輪的頻率是這樣，它靠近的時候它就會開始共振。那因為水晶它的晶體結構是很強大跟很堅固的，所以它的穩定性絕對是比人類還要更穩定，所以自然而然就會把它的頻率共振成心輪它最舒服平衡的狀態。那你怎麼透由水晶去跟自己合作？我自己的話就像是我現在會拿着水晶，那我會知道我現在需要什麼，例如我一部分是我需要慢下來，我講話很容易很快，然后所以我會去選擇我现在需要的。但我觉得最簡單的方式是我就是拿着，因為就像刚刚說，它只要放在你的人體器官、你的能量场周遭，那就會去達到共振，然後去幫助你去做平衡跟校正。那當然如果比較深入，你要做一个完整的療癒，那當然就會做水晶陣。那水晶陣因每個情況跟狀態會是不太一樣的方式。你的水晶陣會怎麼做？我自己會比較像是會在地板，或者是在我自己幫個案做療癒的時候，可能是擺放在他們身上，對，然後因他們每一個位置來去環繞在他們身體周遭。那有非常多做法，有放在他們下方的，你睡在那種比較高的床，然後放他們下周遭的這樣。然後或者是遠端的話，就會是在現場幫他們去排能量場。水晶陣圖。那你感覺到這些水晶怎麼具體在我們人類身上引起作用？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聽眾他們會有一個困惑是，我相信水晶它有能量，可是因為畢竟每一個人的感知跟敏感度不同，所以他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是如何在我身上運作。有些人可能就像你一樣，你對水晶敏感，所以你握在手上，你就可以有很多的畫面，很多的意識場開始出現。可是對於沒有這樣子感覺的人，他要如何跟水晶合作呢？我自己會覺得說，分為很多種面向。如果你對水晶很有興趣的話，你進而你會去研究，你會去跟它像是語言。對，我覺得水晶它就像是一種語言，你喜歡英文，你就會去學習英文；你喜歡法文，你就會去學習法文。對。但是如果你不喜歡，不代表它沒有運作；你對它沒有感覺，不代表它不存在。那我覺得也不用說很強調說啊，它有運作，我要感覺到它才有運作。對，你只要感受到的是，你覺得它對你有幫助，那你就去跟它，就使用它，然後用你最舒服的方式來去做使用就好了。那你覺得每一個人他都在這個時代都必須要了解水晶嗎？我覺得不需要，因為你知道很妙的哦。雖然我覺得每一個人，例如他的天賦，是他綻放的。對，但是他被療癒的方式不一定是這個。就像就是我的天賦是講翻譯水晶語言，但其實我最能夠被療癒的管道是藥草跟精油。我點精油下去，我馬上我頭痛都解決了。我最快的反而會是精油。所以我會覺得說，每個人本來就會有自己能夠被療癒的領域，要綻放的領域，但它不一定都是一樣的。就像我的天賦不代表是我被療癒的管道。那我觉得比較重要的是去理解自己需要什麼，然後你的光是什麼，你可以去綻放，但也不用執着於說啊，我要綻放，那它一定在我身上就要得到怎麼樣的功效。對，我在思考一件事情是，因為其實你知道亞特蘭提斯帝國他們怎麼滅亡的嗎？滅亡的亞特蘭提斯帝國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在過度的使用水晶這件事情，然後水晶它本身它也是萬物的載體嘛，他們發現水晶是一個很棒的能量載體，而他們用水晶做很多事情，他們用水晶蓋房子，然後用水晶做太陽能發電，然後他們用水晶去儲存資訊。所以你知道他們怎麼看書的嗎？他們就是把我想講的這一段話儲存在水晶裡面，因為水晶它就是一個吸收能量的載體。然後呢，握住水晶的人，他就是會開始讀取我載入的資料，它就很像是一個雲端硬碟一樣。所以呢，我把這個水晶給你，就是把一本書給你，你只要握着它，你就可以下載很多很多的資訊。就是水晶的功效超級無敵多。所以在亞特蘭提斯帝國那個時代，大家人人都知道怎麼用水晶，他們也把水晶用得淋漓盡致，因為畢竟它是一個永恆不變的東西。那
但也因為這個樣子，過度使用總是會物極必反，然後也是發生了一場不太好的，我會說衝突，然後最終他們才，這個文明才沉沒，這樣子講。所以我就在想說，因為未來我們會重新回到這個循環，對啊，那水晶之於人類要怎麼樣子去更好的使用它？會不會如果每一個人都去學習水晶知識，或者是說去了解這個東西怎麼用的話，會不會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新的生活模式？你說每個人都去使用，每個人都跟水晶合作，我自己會覺得在初期當然很棒，因為我覺得它就像對我來說，它是讓我開始覺醒也好，或者是開始了解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人類是最重要的一個起始點。但就像你剛剛有提到的，我覺得所有事情都建立在平衡之上。那如何讓自己保持在平衡裡面，而非過度的使用的時候，反正会是一個很重要的狀態。你有看過很多人過度使用嗎？过度使用的时候，我就会覺得是迷信的時候，像是什麼樣子？就是會覺得說我沒有那顆東西不行，然後這個水晶不見，我好焦慮。然後這個我今天帶出門的時候，它消失，為什麼會消失？一定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你有真的遇過這樣子的人？然後因為我一定會收到非常多訊息，就是說我這個不見了，是因為很多人會灌輸信念，是說我這個東西不見了，代表壞事要發生，或者是我手鏈斷掉，代表他幫我擋煞的狀態發生。但他如果你就是反而過度執着於那些不好的發生的時候，都是在跟那些恐懼能量在共振。对对对。那怎麼辦？你會如何引導他們？我會引導他們的方式，當然就要跟他們說，沒有這件事情。我們必須先打破這個迷思，因為所有的發生的狀態都是跟你的能量共振。那當然你有匱乏，這個事情會發生，它共振出來其實只是看到你共振什麼，就是這個事情會發生，其實只是你要去覺察是這個發生共振出你的什麼。就像我可能覺得東西不見，我只是覺得它就回到它原本的位置，对，位置上了。但如果有些人會覺得是我缺乏，然後它消失了，然後好可怕的狀態的時候，那反而是我們要停下來去感受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感覺。那我會先跟他們說，沒有這件事情，那不用擔心，水晶本來就是自然的運作。對，那我們要去如何做下一步啊之類的這樣子。那下一步會怎麼做？如果是水晶裂開，我通常就說，那你就埋到土裡，讓它回到原本的地方就好。我還沒遇過水晶裂開耶。因為我不知道，我有遇過，就是他們會說水晶裂開會摔到，那就是那怎麼辦？埋到土裡面，讓它回歸大自然。這樣。遇過的可能就會是很恐懼，他的手鏈斷掉了，會覺得怎麼樣。那當然最基本的就是我要讓他們回到那個穩定的頻率，而不是一直害怕的頻率。所以我基本上會幫他說，好，那我先幫你做能量的釋放跟啟動力，但這個斷掉嗎？我會有時候就直接做遠端的，不是一定要對這個人。因為說水晶就像剛剛說的，它只是一個載體。那沒有這個載體，其實所有的能量還是在運作的。對，所以我會讓他的頻率先回到自己的內在穩定的狀態，然後也會同步讓他理解，因為人在很緊張的時候是聽不到很多東西的。對，所以我會讓他先穩定下來，然後再讓他理解說，斷掉跟壞事發生是沒有關係的。斷掉就是也許他現在的時間就是到這邊，你們的合作關係也到這邊，那代表是也許你的能量在更新啊。你這個舊的能量已經不適合你了，那你要去幫你自己尋找的是更新的能量場。那你怎麼看待就是會戴很多水晶项鏈在身上的它會如何運作在人類身上？我自己會覺得，如果你是戴漂亮，那就是戴漂亮。你戴開心，那對你來說帶來喜悅，那就 OK。但是如果你戴這些是覺得我好需要這些能量，然後反而是很不安全感的狀態的時候，那我還是會提醒說，那你現在要去處理的是你自己的內在狀態。但如果你覺得說這個東西好漂亮，耳環好漂亮，怎麼戴？我覺得開心都是很好的。對，因為你投射它的頻率就是快樂的。所以還是回到一個最初的概念，就是所有的能量它既然都是載體的話，你注入什麼樣子的感受給它，它就會陪伴着你去創造那樣子的意圖的能量。恐懼也好，喜悅也好，它都是這樣子的。那你會建議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一顆水晶嗎？
我自己會覺得它是蠻棒的安定石，你把它當做玩具也好，但就像我以前上班在公司，我就會拿一顆這樣玩，對，那它可以幫助你比較穩定，就是任何一顆都可以，对，任何一顆都可以，那你不一定是覺得說我一定要投射它有什麼樣的功用，但它可以帶給你安定的感覺就很棒。水晶它每一顆都可以帶給我們自己安定的感覺嗎？我會說對，因為每一個人需要安定的能量不一樣，就像你如果有愛的感覺，你感到安定，那就是这是真的，因為像很多人都會問我說，月月，我現在此刻適合什麼樣的水晶？我會說，每一個水晶它所代表主體發射的能量不同，比如說粉晶，它最常發射的能量就是愛跟和諧。那我們再舉例，可能黑曜石，它其實就是防禦力很強的一顆石頭。但你會說我需要防禦力，然後我不需要愛情嗎？我不需要好的緣分嗎？就也不會。所以你真的要說我們需要什麼？我們需要所有的能量。對。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選一顆的話，我其實蠻建議大家，你有緣分直覺，你就走進一間水晶店，然後你看見那一個最吸引你眼光的水晶，它也許就是你现在需要的，因為我們人的身體它非常的聰明，它永遠會指引你現在需要的，因為你做的每一步都是你的高我去做的。如果大家会好奇如何跟水晶合作的話，你們就可以去附近最近的水晶店，然後進去，然後像我之前去尼泊爾的时候，我就邀請了一顆拉長石回來嘛，它是一個超級多水晶的水晶店。然後呢，我那時候一進去店裡面，就是他們有那種展示櫃啊，然後旁邊也有那種直式的陳列櫃，然后我第一眼就看見那個拉長石，然後我就是想說，哦，你好漂亮，但是我還想再看看其他顆，然後看來看去，我就發現說沒有，我還是想要回去看那顆拉長石，可是那顆拉長石对當時的我的預算是很高的，我就想說哈，值得嗎？哈，真的要帶回去嗎？那我就在那邊想了半小時，然後想一想，我就發現說沒有欸。每當我把這顆拉長石握在手上的時候，我都有一種我好安定，跟你的心輪是開的，跟你整個人是放鬆的，一個會讓你焦慮的不會一直吸引你，反而會真的會吸引你，跟你在那邊待了很久，你還是覺得他好像就是在跟你對話，那個絕對就是正在召喚你的水晶。後來我就把那顆拉長石帶回來了，然後帶回來之後，我的人生就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我也能理解，你知道其實我们去，就像你刚剛說的，我們都有靈魂指導靈會帶你去就是領取你需要的資源，但其實反向來看，你也可以，如果你正在一個當局者迷的狀態裡面的時候，你也可以透過你選的水晶去看到你的那個時候的狀態，真的真的。然後因為像拉長石，其實我自己的解讀會覺得它的能量比较像是精靈的能量，那精靈它比較活潑，比較開，比較多元，所以它代表很多可能性的發生。哦，那時候發生太多可能性了，我的天哪！对，所以就知道一直接下來真的很，我那時候從你真的要說我跟水晶的緣分有意識以來，好像真的我開始打水晶陣，我想一下我那時候跟水晶的緣分是什麼？我師父那個時候帶我打水晶陣，我在學水晶陣的時候，我其實也都沒有研究水晶跟水晶之間的關係，但我現在回憶回去，我每邀請一顆水晶過來，好像真的它都會調頻我那一陣子需要的東西。像我最近邀請的就是黑曜石嘛，也是因為有一個老師就跟我講說，我此刻非常需要黑曜石的防禦力量，因為他能夠感受到我的氣場一直有很多無形想要進入我的光體，因為一個帶着使命跟承載着光的人其實是很容易被無形看見的，因為在異世界裡面，他們所看見的不是你的長相，你的穿着，他看見的是你的光體的亮度，所以呢，反而越黑暗的越容易找光最亮的，因為他知道光最亮的可以照亮他，他渴望那股光，所以反而是這樣，療癒師更需要防禦的能量在自己身上。然後那個老師他就有看到我說，我一直在用我的元氣在防禦我自己，我在用我自己的氣防禦，可是水晶它是一個很好的輔助工具。你看哦，如果我把我的黑曜石帶在身上，它會把我的氣放上一個殼，對，然後那個殼本身就是有物理性的那種不被你打破的作用，所以就算有一個无形想要攻擊你，他得先攻破那個殼，他才進入得了你的氣場。对，然後所以他就說，你現在你一直在讓你的元氣在保護你自己，沒有不好，但
挺累的。對，沒有錯。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水晶來幫助你做輔助。反正後來我就邀請了黑曜石從泰國邀請回來，然後我那個時候很有趣哦，我那個时候邀請的方式也超奇妙的。我其實是在不丹的時候就想要買回來了，然後我去不丹，他們那個時候機場附近有一條商店街，然後那一條商店街全部都是很多不同的店家在賣不同的法器，然後水晶跟各方面他們当地特色的東西。它一整排我看應該有200公尺哦，很長2側，然後沒有一間有賣黑曜石，真的是沒有一間。然後我就想說，為什麼什麼不丹沒有產水晶？我才發現不丹它不是不產水晶，而是他們对於產水晶这件，他們沒有特地要去挖喜馬拉雅的水晶礦的概念跟意識，反而尼泊爾跟印度那裡比較多。所以後來呢，我就辗轉想說 OK， 那我希望宇宙用最棒的可能性跟機會讓我帶一組黑曜石回家。然後結果後來我在曼谷待了4天吧，然後有一次我也沒有特地想要找水晶，只是我心中就是掛念說我要邀請黑曜石，我要邀請黑曜石。然後直到我去那個 Terminal 21吃飯的時候，然後Terminal 21我不是直達電梯上去，我是繞它的手扶梯。Terminal 21它的手扶梯結構特色就是你在繞手扶梯的時候旁邊都是店家，那我就在一層又一層上去到最上面的5樓的时候，我来到4樓的时候，我就發現電梯旁邊就是水晶店。然後我想好，我等下吃飽飯我就要下去那間水晶店看。然後我一下去的时候，它很小一間哦，大概2坪大的空間，啪一堆黑曜石。然後我想說这就是我的地方了。然后我就看，我就带了手串，然後動物的黑曜石，然後還有圓球的黑曜石回家。我就這樣子開開心心把我們邀請回家，然後現在都會放在我的書桌前面。然後我的確有感覺到那個黑曜石在那一個場域裡面會讓我更清晰的成為一個通靈管道。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有趣的地方。你看防禦，你到底要防禦什麼？我最需要防禦的時候其實就是當我在幫個案做療癒的時候，我非常需要不跟他們的業力做沾黏。然後呢，我發現黑曜石在旁邊，它幫我引起的作用就是幫我設一個非常明確的界限。然後那個界限會讓我知道說，你的意識在連接的時候，它有點像是，好，我在連接你的意識，可是你的意識有不同維度，然後我在連接的過程當中，也會有很多干擾會進來，對，那些干擾可是來自於無形，或是來自於他就是想要參與的一切，所以呢，他就是有點讓我在連接這個個案的時候，這個過程的管道被隱形了，然後被隱形的時候，等於說無形根本不知道我現在在使用我的靈力，所以他看不見我的靈力，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不會看見我的光，然後他就不會想要靠近我。所以我才發現黑曜石原來在防禦的能量是這樣防禦的，這是一個最有趣的地方。我發現防禦很多人都覺得說 OK 我要包住你，對，沒有，他直接讓我的能量隱形，對，所以我就覺得哇，水晶它真的是一個好有趣的晶體結構。它為什麼會成為在這個世界上萬生萬物淬煉，然後只能在石壁裡發現的東西？它有它就是耐得住的道理耶。對，因為你看它可以變成這麼漂亮的晶體，它得要承載着多少的壓力跟多少的金木水火土同時運作，才能夠蹦出這樣子的產物。它好美。所以我真的很推薦大家有緣分就去摸摸看水晶，也許你會展開一個意想不到的旅程。那你自從接觸水晶到現在，你覺得透過水晶探索靈性，此刻的你會怎麼解讀此刻的狀態？你自己？我自己在水晶身上其實學到非常多的事情。就像是當然最初期的時候，你就會想要跟他連接，想要跟他說話，然後我會把非常多人類的問題拿去問他，就是問他們這個能量的頻率是怎麼樣回應人類的想法。很多時候我發現他們，你可以感受，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基礎的感受狀態，是因為他們來自大地。对，那他們的能量基本上非常的接地，即使有一些是对應到我們比较接天的能量，但他們還是非常的接地。那他們對於事情的能量運作都是比較
很開的，很坦然的。那我自己很大的意識到，過去就像我自身，我覺得我們人很容易對自己會有標籤。對，那就像我很容易會覺得我自己太銳利，然後我很容易覺得這個銳利是不對的，因為我怕我會去刺傷別人，或者是就像我會覺得我講話有時候會比較直接。對，但這個直接是來自於我覺得真相就是這樣，那可能不需要嘮叨，我直接告訴你，你就不用嘮了。所以我就會覺得，哦，那我想要跟你說，但是這樣的狀態的時候，我知道我自己在說出口之前，我也會覺得那會不會太銳利？那過去其實我一直把我自己這樣的狀態視為一種不能表現的，但它就是我的天賦跟特質。有時候你很害怕展現的，其實它是一個很強大的力量，那後面都是很強大的禮物。真的，对。然後有一次，我就也是我就覺得反正有时候我的小我爆炸的時候，我就是會用水晶來幫助我穩定。那我在跟他們做一些意識的流動的時候，我就會感受這個能量層會去怎麼樣回應我這邊的意識的東西。那他給我一樣的感覺，其實那時候我看到非常多的畫面是，例如紫水晶就是紫水晶，黃水晶就是黄水晶，然後白水晶就是白水晶，或者是你說的黑碧玺就是黑碧玺。他不會說我去防禦或者是有界限，這件事情是讓人有距離的，讓人覺得會刺傷的，讓人覺得不好的。那你的特質的存在絕對有它要去绽放的光芒。对，那這個就是每個人如此獨特的狀態。對，所以從那一刻的時候，我就突然我就包容我自己了。我就包容我自己的，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很利落的狀態。然後我才知道，當你包容了你這一個天賦，我覺得有時候你會把它變成標籤，但你包容了它，它就会變成天賦。那我包容它的時候，我就開始會在我的，例如我也是能量療癒師，但因為過去我也會覺得很多能量療癒師都是非常有愛的，就像月對我來說，我覺得是非常有愛的。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包容很大的能量。但我反向有时候我會覺得我不是，我是一個很直接的人。就是如果個案來，有時候我看到這個能量場狀態，我覺得好，我到底要直接說呢，還是我要用很有愛先陪伴他度過這樣的狀態？所以也開始幫助我在設立我自己要把自己放在哪裡。我這個角色要把自己放在哪裡？那我後來就會發現說，其實我更厲害的天賦，因為我很明確，而且我很方向，所以其實我的天賦就會放在，也許我更適合，例如要創業的人，沒有方向的人，他需要更明確的指引。應該說是他們已經準備好要擴張了。對。就是他已經準備好，我只差這一步要去而已。對，那他們只是需要一個人很清楚的告訴他，這個東西就是這樣。他沒有要任何的療癒或者是溫暖的感覺。對。那我就會覺得說，其實每個人真的都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光，但這個光其實有時候就會被我們覺得我覺得我自己不能這樣，還是怎麼樣的聲音去蓋住。那你後來怎麼辦？這樣子的東西去做和解，然後才真的讓它綻放出去。那一刻是什麼樣子的狀態？應該說是當和解之後，我就開始練習。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那你要開始去往外綻放，把這個東西分享給大家看。對，所以我就覺得我不演了。但是這個不演不是說對就會發瘋。我私底下超會發瘋的這樣。對，可是這個不演了也不是說就會隨便去攻擊人家，而是說我不演了，就是我講話就是這樣。但我不是說會傷害你而去說，而是說我的表達方式就是這樣，我就講這樣的話。我覺得這個是真相，那我就講這樣的話。對。然後該發瘋的時候，我就跟大家說，我現在就是發瘋。對，就是真實的去實驗。我覺得那叫實驗看看，你就實驗看看這個世界會怎麼樣回應你。對。那當我去發瘋的時候，我反而會覺得，大家好像覺得這個人更真實了。對，發瘋是門哲學耶。對，我最近也是。我最近也在學這件事情。對，因為你看，我們兩個其實生命靈數都是6，我也是6號人，我也是6號人，但我是156號人。然後你是336嘛？我發現6號人他的確都會有一個他此生要去學習怎麼樣不去過度付出的課題，然後不用太天真的眼光去看待事情的議題要去修。所謂的天真是什麼意思？天真是6號人真的會很相信凡事都是善，
永遠用善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他會有一個盲點是，善的反面其實就是惡，我們要允許惡也是存在的。我覺得這是我在這一個人生功課裡面最近很深刻的學會。我真正有一個跳躍式的成長的時候，也是我不去壓抑那股惡的能量在我身上發生，因為惡的反面也是善。所以發瘋的意思是什麼？我覺得它比較像是我終於允許自己，我舉個例子好了，像我以前都會想要當好好人，然後我跟別人講話的時候很常繞一圈講話，然後那個繞一圈講話，我自己的意圖是我不希望傷害到你，跟我希望我們一起都用善的循環去思考一件事情。可是這樣子過度的專注在於善，其實會讓你忘記了其實這件事情它背後就是有一些真實的東西需要被面对，像無論是我跟之前的合作夥伴，然後又或者是我之前的感情對象，我都一直都有這樣子的議題。他明明就做得不好，比如說对你講話不尊重啊，然後一直想要踩你的底線啊，然後我永遠都會去覺得說沒關係，他會踩我的底線，可能是因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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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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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慣性用善的方向去思考。可是那個惡是什麼樣的意思？是我為什麼不就承認他就是做不好，他就是想要攻擊我，他就是這樣，不代表說我要去原諒人家，原諒我沒有任何的能量需要去參與別人的東西。對，我就是太過度想參與別人的東西，所以他向我發出一個攻擊的時候，我就把那個攻擊吞進去，然後自己消化，然後後來才發現說，為什麼我不要直接不回應他的攻擊呢？我為什麼直接不彈回去這個攻擊呢？可是那一股我要為自己發聲的力量，又是我的包容心不允許的。然後是直到真的發生了太多事件之後，我真的發瘋。對我前任發瘋，對我前面的合作夥伴發瘋，就是你就是瘋一次，你就是跟他講說好了，你夠了，对，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對，你要不要看看你現在在幹嘛？就是我為我的立場堅定的站出來，去承認那些惡就是存在的時候，而不再只是自我消化的時候，我才發現到說，我的平衡才開始被養起來。对，然後那股平衡才是真正讓我下定決心，我要換一個讓我更舒服的版本活着的時候。然后所以現在的我，以前的人，像以前我的朋友對我的評價就是，你為什麼要那麼硬的，好像所有事情在你眼裡它都會被你消化成好事。然後我都想說哈，這個要很硬哦，你有沒有這種感覺？有。他說啊，我很硬嗎？我自己都無意識這樣子。然後後來我才發现說，原來那個硬其實就是我太刻意了。我太刻意的去忽略一些事實，然後我太刻意的要去朝向那一個完美的狀態。对。然後那股刻意其實就是我硬出來的。对。那所謂不刻意是什麼？我就開始去感受跟思考。我發現那個不刻意是把自己放在人生的正中間，拒絕一切想要去干擾你能量的人。那個拒絕有時候就是大聲的說幹嘛，走開，哪怕很凶很嚴厲，哪怕別人會覺得說哈你怎麼這麼凶，因為6號人最不喜歡被人家覺得你為什麼這麼凶。對，就是他說我就凶怎麼樣？對。但凶的背後的價值是什麼？凶的背後的價值是我在保護我自己。所以當我把我保護我自己放在我人生最重要的位置的時候，你會自然而然的凶，但不讓別人討厭你。因為他看見的不是你的凶，他看見的是你在保護你自己。然後當我展現這樣的自己之後，我才發現原來我以前所害怕別人對我的評價是不好的，都是我想象出來的。對，因為我背後的意圖如果是忠於自己跟愛自己的話，別人看見的就是你好棒。那個凶就會自然的被磨得圓潤。可是我以前都是刻意先把事情磨圓潤了再抬出去。對，所以它真的是視角的問題。对，所以鼓勵大家發瘋。我也這麼覺得。而且發瘋之後你就覺得世界好簡單啊。對，真的好多事情都是我們自己把它搞得好複雜，很複雜，想太多。真的，好像我也能理解你說的，就是那一刻你去嘗試看看忠於自己的表達。然後去練習一次又一次的去看自己想要什麼，喜歡什麼，然後想要允許什麼來到你的周圍，然後不適合你的
人他就會自然的攤開，而不是花太多時間再去處理那些不適合你的鳥事。對，他會真的是換一個視角。那你換一個視角之後，你覺得你的人生有什麼變化？我就像你說的，我覺得很多事情變得純粹，因為自然而然喜歡這樣的你也就會靠近，那一些喜歡原本的你，他就會離開，他可能會覺得你這個人怎麼變這樣，你怎麼變那麼尖酸刻薄，或者是變得那麼沒有愛。可是能理解的人會知道說，我們本來就要學習平衡，对，然後我們本來就是在各种的，我覺得有时候是矛盾的，对我来说有时候很矛盾。就像你说，我們6號人就是会不斷的要有愛，要有善。然後我覺得宇宙一直給我最大的課題，就像是我自己的外表的狀態，我覺得我就不是一個有愛的形象，是一個比較銳利的形象，所以我也一直在這個矛盾裡面去理解跟學習跟成長。但我覺得這些理解的過程裡面，其實它是一步一步在讓你自己知道說你自己真的是誰，而且你愛的自己真的是什麼樣子。那我覺得那也是捍衛嗎也好，說是捍衛有可能有點重，但是有點是為了你自己真實愛的樣子去發生。所以當那一刻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我不在乎外面的人，但我知道我很愛我自己。然後這就是真實的我。我覺得第一個感覺是爽，就是真的很爽。然後你会发现他們會愛你是因為他們其實早就看透你自己的你的靈魂一樣。就像我今天第一次遇到你，我會知道你的本質性是什麼。那他不會因為你怎麼樣而去離開你，或者是怎麼樣。對，我覺得比較像是舉例來講，可能有些人他的形象就很火，對，然後就像你講比較尖酸刻薄，然後不笑的時候很像就是要打人一樣，對。可是有些人的形象就很水很軟，然後看起來就是很好欺負，類似這種。然後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很土，然後那種土的面相就很像，你就覺得這個人好值得信任，交給他的事情都会完成得很好。我們就像是這個地球的每一個小細胞一樣，或者小分子，每一個分子它都要扮演他自己的角色，組合起來他才能夠成為完整的樣子。当然很土的人看到很火的人会觉得我跟你不一样，所以会然后开始想要抓定义，我跟你哪裡不一樣？你臉比我臭，对你講話比我直接，对，所以把那個不一樣提出來的時候，的確就像你講很像在貼標籤，可是他也許是對的呀，對，就是的確啊，因為你在很土的人面前，土的人不會這樣，那他總要找出個我們不一樣的點，然後開始往你身上貼標籤。可是那個標籤其實也許是沒有任何定義的，那就只是我們不一樣。對，可是我們就是需要風水土火光，可能這5大元素，我們才會成為一個新的生命體跟完整體。所以那個不一樣是很棒的事情。对，所以怎麼樣去接納自己的不一樣，我覺得是你先看見原來自己就是這樣的時候。所以很多人要怎麼在自私跟自負之間，或者自戀跟自愛之間的那個平衡點，我覺得就是你是否能夠接納自己的不一樣。有些人其實是不喜歡自己的，比如說長得就是一副臭臉的樣子的，所以我很努力的想要變得跟別人不一樣。可是有些人他是真心的覺得我的不一樣很值得，我的不一樣可以創造好多不同的東西。所以如何從自負變自愛，就是你是否能知道你的特質能創造什麼。舉例來講，你覺得你的臭臉可以創造什麼？我臭臉可以創造什麼？就是一個獨特的感覺。我覺得有時候我覺得高級感是啊，是高級感沒錯高級感，然後好處是界限感。我覺得因為我去環境裡面，我不喜歡人家隨便跟我講話，所以其實真的很多人不會隨便跟我講話，或者是真的會來講話的，他們已經過濾了不知道第幾層了。對，這其實是一種篩選的機制，對，也是他每個人選擇社交的模式。可是很多人就是臭臉，我不知道，我就喜歡臭臉啊。對，你愛講話跟我講話，就隨便你啊。對，這個其實就是你不知道自己這件事情能夠創造什麼的狀態。可是如果你知道你的臭臉其實相對來講它對你的價值是什麼，你就會發現那你真的很了解自己，那才會轉變為自愛。对，我覺得他真的，我自己在探索自己的一路以來，我也是一直在去感受到底我的價值是什麼。每當我看見自己的價值多一分，我的光才真的又更閃亮，
有些人的光是可以裝出來的，对。可是我真的自在的跟自己的光相處的時候，是我不再對於自己的思想有任何內耗的時候。就像是以前我會刻意的想要成為一個善良的人，但我本質就不善良啊。這沒有錯。對啊，我本質就是我超想臭罵你一頓的，可是我要裝的善良，這個叫做裝出來的光。我以前好會裝，我有一段時間是裝出來的，可是直到後面我開始接納自己的善良與不善良的時候，我才發現那個光變得很穩定。所以每個人自己在自我探索的路上，我覺得無論你用什麼樣的媒介，水晶也好，植物也好，靈氣也好，各個方方面面的東西，它不外乎在討論的一件事情是，你是否可以透由萬物如此龐大的力量看回自己的力量。我覺得那很重要，因為像對於菜菜子，对於我來講，我們都是透過原來發現宇宙有更龐大的力量，然後才開始探索那股力量是什麼，然後慢慢的才去了解生命的本質，然後才真的開始修自己的課題，对，然後回到自己身上。对啊，所以好像真的就不同的階段，有些人就是透過水晶，哇，水晶好美，水晶幹嘛，然後可以依賴它。对，可是依賴完之後，你發現，原來他想傳遞的東西沒有那麼淺呢，然後就開始那他想傳遞什麼？慢下來、沉穩下來的時候，就發現好，那我跟水晶的關係是什麼？然後才把主體從水晶變成我，對，關係的那個過程。那菜菜子還有什麼想跟大家聊聊的嗎？我覺得今天聊得很充足了。那有沒有什麼是你想要傳遞給此刻現在在靈性的自我探索路上的人，你有沒有什麼想要經驗分享給他們的？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這個旅程的探索，一定會有茫然，对，一定會有不知所措，但最後其實你回頭看，這所有都是一個很豐盛的禮物。那不要懷疑，真的不要懷疑。你如果再覺得很難過，覺得很辛苦，都不要懷疑。然後要記得要踏出去。我覺得執行還是很重要的。除了我覺得最重要還是平衡。有時候我們意識修得非常的多，你沒有執行，它沒有辦法去落地。對，那永遠不要忘記，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特質跟光要綻放。那你推薦大家執行什麼？如果說最簡單的，就像你最近開始爬山，我覺得運動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執行方式，跟訓練你的心境。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你都做什麼樣的運動？因為我前陣子去騎馬，我最近開始要騎馬。你在哪裡騎馬？因為我住彰化，我在員林的馬場。可是台中的話，你可以去烏日。烏日很多馬場，我聽起來是一個很值得去探索的興趣。因為我去騎了之後，我覺得我最深的體悟是，馬是另外一個，它是個動物，活生生的动物，它不是只是那個器材工具而已。对，所以你在上面你要跟它的是做合作。所以你要學習的不是只有你自己的身體的韻律，而是跟另外一個生命的合作。 对，那這個合作已經不是你會發現你的意識控制根本沒有用。你給我聽。對，你的控制根本沒有用。因為馬是非常敏銳跟敏感的動物，所以你的腳稍微一夾或者是一緊張，你的身體其實就會夾，對它的指令都是錯誤的。所以要如何在很放鬆的狀態跟你的夥伴一起前行的練習，我覺得在騎馬上是很強大的學習。好棒哦，帶我去。好，帶我騎馬。那我也才剛開始，我從來沒想過騎馬可以成為一個可以體驗的東西。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一個 reels，因為我今年年底想要去滑雪，對，然後最近就是一直在看一些滑雪的東西，然後什麼的，然後朋友也有邀約，然後你知道我有一個很大的夢想，就是我想去新疆滑雪，然後呢，新疆就是會騎馬去滑雪。他們就是會背着雪板，然後讓馬載你到山頂點，然後讓你下來，就是好美哦。因為我就是滑那個影片，我也是看到新疆，對呀，他們就是會奔馳，然後我就覺得哇，好瀟灑，真的好瀟灑。好，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件事情什麼時候會不會發生。不過真的，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尤其是今天，我們現在錄製的時間是2月的時候，2026年，尤其是2月的能量，我剛幫大家做完療癒的大禮包，然後我在幫大家做完大禮包的過程當中，可以感受到一個最明顯跟共同性的能量，就是在2月你一定要慢下來。可是那個慢下來呢，是你要去感受你到底在內耗什麼。
你到底在猶豫什麼？你到底在掙扎什麼？因為這些內耗、猶豫、掙扎是只有你慢下來的時候，你才可以去看見它。很多時候就是為什麼會內耗？因為着急做一些不是他真的想做的事情。為什麼你會恐懼？因為你忙碌於你真正想要的反面的事情。也許就是不忙碌、不着急的時候，然後停下來，你才能夠看見哦，原來這些我沒有力量的，因為你沒力量，你就會想要去抓別人的力量。對。然後你在抓別人力量的時候，就很像是你又不是我，所以你在動的時候我就跟着動。對。這個就是你放錯力量在奇怪的地方上面，所以你放回到自己身上的時候，你才會真正的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所以要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呢？最好的情況下就是去動起来。对。可是那個動不是說做更多的事情，或是動更多的腦，沒有，就是跟你的身體合作。那任何的運動都可以跟自己的身體合作，無論是你看我小時候田徑隊的，我前幾天才這邊發文，我才想起來，就我小時候田徑隊，然後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停過運動這件事情。我長大之後，我就到巧固球隊，我是從巧固球隊，然後再到田徑隊。你聽過巧固球嗎？是這樣打的那個嗎？沒有，它很像手球，可是它打網子。沒有，我不知道的。好，然後呢，到田徑隊，然後田徑隊再往上，後來我學跆拳道。你有學跆拳道？我這是一路以來運動超多。好，我學完跆拳道之後呢，我就去接觸潛水，我還接觸潛水，然後我再接觸衝浪，然後我再接觸攀岩，然後登山等等的。所以我就發現，我從小到大一路上，我從來沒有停過熱愛運動這件事情。然後我有一大部分的行動力，也是因為我不斷的在跟自己的身體合作。所以我已經習慣喚起我的身體了。比如說你早上要出門訓練，你就是得喚起你的身體。你有目標，你要登山，你要潛水，你就是要凌晨4、5點你就是起床，然後開始把自己的身體喚起。所以當你習慣去喚起你的肉身的時候，你在做事情的時候，你的肌肉記憶會被養得非常好，所以你就會減少很多的內耗，因為你的行動力會跟着跟上。所以運動真的是一個幫助你再往前走，而且是一步一腳印，跟自己的全身心靈合作一個很棒的基底。所以蠻推薦大家真的可以找到一個你很喜歡的運動，然後讓自己有意識不要停止的跟他合作。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待在家裡或者是靜態的東西，它沒有辦法真正去啟動你的肌肉跟肉身。你看我們全身上下不就是這些就是肌肉、脂肪然後細胞組合起來的嘛。那為什麼不馬上最棒的合作對象就是你自己？对，也推薦給大家。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聊聊水晶，也跟大家聊聊菜菜子在自己的靈性的療癒路上是怎麼一步步成為他。所以如果聽眾有感覺到共鳴的話，都歡迎大家有機會也可以去菜菜子的店裡。那你的店在哪裡？我的店在大家可以搜尋，在 Google 上搜尋是根3更半夜的根，然後魔女的家，然後我們在美術館對面的中信市場裡面。沒錯，在台中。所以有機會呢，大家都可以來台中。台中真的是一個風水好地，真的是風水好地，好舒服，我真的好喜歡哦。我在高雄生活過，我也在台北生活過，我還是最喜歡台中。台中的能場真的很不同，那個不同是來自於它有一股中軸很穩的力量。它匯集了北部跟南部的意識，然後綜合在中部這個地方。对，沒錯。那在今天的 Podcast 最後，我們來抽一張卡牌，來給聆聽這集 Podcast 聽眾的祝福跟指引。OK， 我們來抽那個黃金未來的卡牌。這次給你抽好不好？你有抽卡牌的習慣嗎？有。你有學西塔療癒對不對？對，這就是西塔療癒的作者創造的卡牌。是哦。然後他的黃金未來，你看他的畫風都非常的迷幻，非常的星際。對啊，所以我很喜歡這副卡牌，很酷吧？我再來看看，這副很酷哎。對啊，好，我們來看。你這副什麼？你知道我抽這副卡牌我大概抽它10次，8次都會出現這一張。然後呢，我上一次跟那個另外一個來賓抽這副卡牌，又抽到這張卡牌，然後所以你可以看。這個真的是我超常出現的。那你自己覺得為什麼？我覺得是因為好，我給大家看好，跟大家看，我們又抽到這張卡牌，叫做 Family Relationships。
我覺得我會很常抽到這張牌，是因為我解讀這張卡牌，它其實就是四海一家。所謂的四海一家，是我們跟萬生萬物都是一體的。可是這個一體性要先從分裂開始，然後這一個分裂會讓我們在這個動盪當中，反而才可以看見合一的美。這個是這個時代真的好需要的東西。在現在新的靈性意識，就我們一直在講嘛，地球它要揚升到它在五維的情況之下，五維其實就是愛與合一嘛。那愛與合一我要怎麼去看見？你會發現要從很多的衝突去看見。對，所以今年、去年，然後甚至從疫情開始，2019年開始，這7年來，你會發現好多東西都在快速的瓦解。那從疫情就是一個最深的瓦解嘛，疫情改變了整個經濟結構，跟我們人的勞力，跟我們怎麼樣去創造自己價值的這些意識慢慢的提升，甚至是有好多的戰爭，對，有好多的到現在都還有在戰爭啊，然後好多的武力衝突，有好多的價值觀上的爭執，這些爭執都是為了讓我們去思考，那我們到底要什麼？我要繼續衝突嗎？那我衝突後我到底要獲得什麼？那如果我不衝突的話，我們還有什麼樣的選擇？所以好像四海一家這張卡牌一直出現，就是一直在提醒着聽眾，也提醒着我們要怎麼樣去相信，就算跟你價值觀不同的人，你跟他的心都是連在一起的。你对這句話的解讀是什麼？我非常認同，因為我覺得會感到價值觀不一樣的同時，有時候我也會提醒，也許那個東西是在讓我看見我自己沒有看見的自己。对。那看見了之後呢？也許你可以绽放更多的可能性跟可能。对，真的，對，我覺得是。比如說，我們最常跟誰價值觀有衝突？爸媽。真的。我們超會跟爸媽價值觀衝突，可是為什麼？你看大家的 pattern 都是一樣的，我們出生下來就是活在不同的世代，所以活在不同的世代就是會有價值觀不同的地方，所以舊世代跟新世代為什麼永遠都在衝突？對，那些衝突其實都是為了讓你去看見說我們要如何接納彼此的不一樣，所以當我們的原生家庭去練習了接納彼此的不一樣，在不一樣之下還可以和平共處的相處之道的話，那恭喜你，你修的不是世界，你修的真的是自己的心境。对，那修了自己的心境，怎麼可能會沒有合一呢？我覺得這是這張卡牌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也把這份祝福傳遞出去。包括水晶也是，水晶它其實也是萬生萬物很重要的一個載體之一。那我們是否能夠慢慢的跟這一些大自然合作呢？慢慢的去接觸這一些完全跟你不同維度的存有呢？那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子去探索生命更多的可能性的話，那你會發現你的生命真的好精彩，而且那份精彩是你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視角去看待生命的本質。比如說水晶，就像今天菜菜子她送我這個水晶的時候，我把它一握到手上，然後我就啪開始爆哭。你看，我早上就知道我有一股能量沒被釋放出來，反而是水晶幫助我釋放。為何？因為它的能量比我更穩定，它的能量比我更純粹。所以當我們發現到說自己其實就是一個很渺小的生物，那我們選擇去包容一切的生物，合一這些的存有的話，那你會發現你的生命當中不會有那麼多的糾結，因為所有的東西它都可以自然而然的就這樣子釋放出去。所以你需要的力量不是邏輯，也許就是一顆水晶，那就被釋放掉了。对，所以很酷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更了解的話呢，歡迎用自己的各種方式去嘗試。你們可以直接做的一件事情是，心中去感覺此刻的你需要什麼樣子的顏色，用顏色去找水晶。比如說你現在閉上眼睛，好，你現在需要什麼樣的顏色呢？好，我現在馬上想到是粉紅色，你呢？黑色。OK， 那桑迪嘞？好，藍色。好，那你們想到這個顏色之後呢，你就可以去找相對應的水晶，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其實對水晶的學名或者是品名是不理解的，那就找顏色。那你就去一間水晶店，在台中的可以去菜菜子的水晶店，還有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很棒的水晶可以被邀請，然後你就去直覺找那個顏色的水晶，第一眼看到漂亮喜歡的就把它帶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式。然後帶走之後呢，你就可以把它握在手上，然後去感覺它是如何讓你的頻率有所變化的。也許是你現在此刻的感覺是焦慮，那當你握在這個水晶的時候，它釋放了什麼給你呢？可能是平安，對，可能是祝福。
哦，那這就是這顆水晶要帶給你的東西，那就把它放在身邊。沒錯。所以呢，希望大家聽完這集有更了解水晶，也更了解怎麼樣去跟不同的生命結構做合作。那你不是一個人玩這場遊戲，在每個禮拜五晚上的8點，所有人都會在地球玩家魔法手冊這個平台陪大家一起探索這個世界更多的遊戲規則。祝福你在地球玩得開心，大家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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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地球玩家的大家，接下來呢，我會跟大家分享秒秒能量療癒學院在2026年會有什麼樣子分別國內跟國外的課程、活動、工作坊，還有大家最期待的導師培訓課程，會用什麼樣的模式跟大家見面？我們會安排在什麼時候？一一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我們4月跟8月還有9月分別尼泊爾頌缽旅修團，還有美國的雪士達川的旅修團，目前已經全數滿團。可是沒有報名到的光子也不用擔心，因為我們在今年年底還會分別開2場的海外旅修，會是在12月初，我跟妮娜會在清邁帶領大家7天的旅修，在12月底的時候還有一趟巴厘島的跨年旅修團，這次我會帶大家到巴厘島跨年。那這個活動資訊呢，會是在年中的時候才會開放大家報名，所以大家都可以隨時關注官網上面的消息，還有我們的限時動態發布。在今年我只會有2場在台灣開課的時間，第一個是5月份，第二個是11月份。那首先5月份，5月1號到5月2號，我們會在台中舉辦與高我連結2階式的深度實踐課。5月3號在台北舉辦女性力量工作坊。5月9號跟5月10號會回到台中展開7脈輪的課程。這2個課程分別有初階跟進階，它是完全可以分開報名的。如果想要更了解這個報名的資訊的話呢，大家都可以到官網上面看，都有詳細的介紹。5月11跟12號會在台北帶來金錢豐盛靈氣課。在5月16到17號，我們會舉辦2天1夜的靈魂遊樂場，帶領大家一起到宜蘭的那山那谷。我們會帶領大家進到山谷跟溪流，進行水火之間的能量儀式跟療癒。那這些課程目前呢，已經可以在官網上面報名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移步到官網上面詳細看更多的資訊。那接下來最重要的是1整年的陪跑療癒師培訓計劃，分別會結合臼井靈氣的課程，時間呢會是1整年，但是主要的實體課會是在5月23到24、7月4號、5號、8月8號、9號。那因為這是一個很龐大的課程，有興趣的人都可以觀看更多的細節。那5月的行程很豐盛，也是因為接下來要進入到6月，而我也即將要飛往海外跟當地的朋友見面了。那新加坡的光子們，在6月3號我會舉辦頌缽音療實驗室，6月4號到5號是與高我連結的進階跟初階的工作坊，6月6號到6月7號是金錢豐盛靈氣課。我希望可以盡可能的在我待在那裡的1周時間，把所有的課程都可以帶到當地的你們。那結束後我會飛往澳洲，6月12到13號在墨爾本有與高我連結的課程，6月14是重啟神經系統工作坊，6月18到19我會在雪梨開設7脈輪的初進階課程，6月20到21號同樣在雪梨有金錢豐盛靈氣課，最後27到28號我們會在黃金海岸舉辦一個女性力量的2天1夜工作坊，6月26號我們會在布里斯本的海岸邊預定一個餐廳，讓大家一起聚會聊天吃飯，來聊聊彼此在身心路上的成長，跟在澳洲帶着你們有什麼樣子的感受跟心得，會是一個非常輕鬆的小小聚會。那詳細的報名資訊跟完整的行程我們都已經整理在這一集節目的資訊欄裡面了，歡迎點進去看，期待可以在今年的某一站跟你相遇，我們一起把能量帶回我們的生活，也把自己帶回自己，升級你的意識。地球只是一場遊戲，我們一起成為一個超級玩家跟 NPC 吧。大家我們之後見。